上次来涉谷斗根的时候，说不给吃就来这家新景屋。对吧？这4块厚一点，最后再买单账单在视频最后。吃3块吧。我吃2块。全粉色顶级牛舌，顶级韩国泡菜辣牛肉汤饭，滚刀踩雷的牛肉。今天反正大冤种，你们来听听我怎么鉴别牛肉的吧。上次跟你们说夺根不给吃就来新景屋，现在新景屋也是塔贝洛克前100网红店了，不预约也不给吃。我给他看了我去年 ins 的预约记录，他看的是老客户才给我吃的。去年这个店吃的特别满意，所以又来了。之前完全没人，现在进了塔贝洛克前100不一样了，9点半还爆满。价格涨了，去年没有这个菜单，也没中文和英文菜单。去年感觉牛舌顶中顶，牛肉还有几个也不错，饭面条样样不错。先说结论，总体这次踩雷，外国游客也多，我对任何店没感情，不好吃马上说。我推荐的所有店不保证永远好吃，我觉得好吃的会再去刷做视频，不好吃就说，不会有任何感情，都是消费者，这个世界没有永远好吃的店。牛舌品相就很无敌，全粉色有厚切自信，你记一下这个品相当参考标准。他们家牛舌是我目前东京吃到最顶的，虽然没有些大。这盘肉一看就踩雷，你们也记一下品相，颜色雪花都是错的，特别两边的。不仅颜色和雪花，还有肉的状态，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英古园的。这个就感觉特别能立起来，而且特别方的感觉，肉要稍微有点摊下去的才新鲜，但也不是能摊着有很多水的，吃多了就懂了，不吃看品相都能大部分排除。这么大，可以吗？1分为2最好。那算了，你就这样吧。你要不分成3片吧，按你的。好。我是要吃全熟的才好吃，真正品质好的肉全熟也会很嫩的。这个牛舌饱满，不流血水也不干，烤出来品相就很顶。辣牛肉汤饭很顶，一会儿讲。老板韩国的，做这个比英古园的好吃。应该说第一口好吃，汤饭更干净细腻，但吃多了不行，因为里面牛肉太油。说回牛舌，外面很焦香，里面很嫩，完全不老，也不是那种咬不动的，没腥味。大部分烤肉店为什么都是葱牛舌？这个完全无调料，食材就是自信。这个牛肉品相超级滚刀，被骗了，很垃圾。你们可以记一下，这种雪花加颜色加中间白色的油，我都以为是合成肉。一会儿烤到一半，告诉你们问题大在哪里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特别容易粘烤盘。如果你们遇到粘烤盘的肉，那就是也是滚刀了。最近天天看大头鹰切片，太喜欢说滚刀，忽悠骗人就说滚刀。我都不知道这肉是不是上科技了。这个品相一眼看上去也很顶，但其实也不是真正好的日本和牛。一会儿说这3个垃圾，一会儿说去年凉面超级顶，一会儿吃看再说。这个肉没盐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膻味，太难吃了。我再来一块蘸汁看看。它是用的盐的。这样勉强能吃，这个就是他们店最贵的肉，太难吃了，根本不是好的日本和牛，是不是日本的都不知道。汤饭有点辣味，调的细腻，比英古园的细腻，很爽口，很好吃，没怪味。我又追加了1份。来烤和牛牛雪花，我们来看看粘不粘烤盘。稍微好一点，可能是有油脂。太薄了。对。差不多烤好了，我看。等会儿再来一下。我觉得质地跟夺根和英古园的不太一样。好棒的。
油脂丰富，目前没吃出来问题，又加了一份，但不是那种感动级别的肉。其实这个肉的质地我看着不太像日本牛肉，更像国内的猪肉。我说的是烤出来以后，烤出来之前很像顶级牛雪花。我弄了啊。来吃吃看这滚刀三兄弟吧。左边这个看着太像合成肉了。感觉那个饭我还可以再加一份。我也觉得饭先吃个面吧。不是，吃完这个先吃面吧，好不好？右边这个跟猪肉特别像，烤出来是白色的。这个盘子太加肉了。等会儿要不加个那个粉色的肉，还有再加个牛舌，我吃。你吃牛舌吗？那我加2片我吃，好不好？但那牛舌我觉得不行吃。这个盘这个东西太沾肉了，沾肉烤出来都是白色的。是肉的问题，肉不太好味。要不点个猪肉试试吧？为啥？就他那推荐。韩国人喜欢吃猪肉，这个店其实是韩国的店。跟去年不一样了，去年太好吃，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了5万日元，量超级大，超级划算，而且品质很好，当时觉得肉比多更好吃。我真怀疑这就是猪肉。吃着有点像猪梅花肉，有点柴，没和牛的油脂感。这个肉就是第一盘一样的肉，不好吃，还有点膻。等面也跟去年不一样了，面一股子面科技味，口感煮的也稀烂。这个肉看着像横膈膜，但仔细看很奇怪。2片不够。就跟上海玩到烧肉横膈膜差不多，差评。追加的牛舌，这个品相还是无敌的。我1分为2。你吃不吃一块？顶中顶没腥味，一口下去爆炸，而且它烤出来那么饱满，其他牛舌做不到。对吧？这4块厚一点，最后再烤1块。追加的和牛五花。你吃3块吧。我吃2块，因为我吃多了。这个其实大概差不多了，已经可以了。这都还是红的呢。我的直接给我。这个其实吃多了超级腻，甚至还有点牛腥味，踩雷。不是好的日本和牛，好的日本和牛是油而不腻，吃了特别多才会腻。追加的韩国汤饭我吃完了，但是后面才吃出牛肉不太行。我今天只能分开评分，牛舌顶级4颗星，其他全部0分。视频最后买单1000块人民币，妥妥大冤种。